这一期来做一把菠萝尤克里里，把在数控机床上刻好的模板拼到一起，雕刻的时候在相同的位置钻几个小孔，组装起来就比较容易对齐了。先从尤克里里的侧板做起，把准备好的木板用水打湿，再在这个用卷发棒做的简陋热弯机上，把木板一点点的加热并弯曲。这是个漫长的过程，得稍微有点耐心。水干了就再喷掉。等形状差不多的时候，把它固定在模具里定型。同样的操作，把另一块侧板也固定到模具里。木板干了以后，在两块侧板的中间做上标记，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给切掉。这次我是用斜切锯切的，感觉比我手切的好很多，只是在操作的时候得格外小心。把切好的侧板再装回到模具上，然后拿出来做好的支撑木涂上胶，粘在侧板上。这个支撑木我在上一个尤克里里的视频里有说过是怎么做的，这次就不唠叨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把上下两端打磨出了和侧板同样的弧度。垫着拧夹钳的这两块板子就是用来打磨支撑木的。好一点的琴，面板和背板好像都是有点弧度的，对声音有多少影响我应该听不出来，但是外形看着会挺可爱的，所以我就做了两个有弧度的打磨板。没记错的话，现在刻的是背板的半径为15英尺的弧度板，刻完的板子其实看着不明显，我的相机都对不上焦。面板是半径25英尺的弧度，看上去就更不明显了。有没有觉得这个看上去很好吃？小时候徒手淘米缸的瘾又犯了。把砂纸和板子都喷上胶，然后粘在一起。这个砂纸我是在国内网购的，结果运费比砂纸都贵，不过整体算下来还是比我在这边直接买便宜很多。这会儿支撑木的胶也干了，用铅笔在上面划两下，好知道该打磨到什么程度停手，然后就是在圆盘上来回打磨了。因为尤克里里比较薄，所以打磨的时候注意别把手蹭到砂纸上，这都是经验之谈。有条件的可以把打磨板固定在一个电动转盘上，会轻松很多。打磨完以后还是能看出来圆嘟嘟的。在打磨这面之前，先把支撑木上多余的木头切掉，免得打磨的时候劈开。换上25英尺弧度的打磨板，再来回打磨。这次的琴颈还是把侧面的形状先切出来，然后再粘在一起。先打2个小洞，粘的时候方便对齐。这次的琴颈是两拼的，以后应该也会用同样的方法。看情况，中间可能会夹1、2层更硬的木头。
刚才为什么会穿插一段做琴颈的过程呢？因为我要用琴颈的边角料来做侧板内条，先把木板的侧面削出来一个斜坡，这样看起来更好看些。虽然在琴的内部一般没人会注意，但是该有的细节还是不能省。这次搞了个手工刨，一下一下的还挺治愈的，感觉自己离手艺人又近了一步。过完手工刨的印以后，把绣边机装上斜角道，来回2下就切完了，而且更对称。不要提什么有没有灵魂的事了，我又没指望这把琴能弹出来阿拉丁。拿到带锯上，把刚才修好的2条边切下来，再把锯痕打磨平整。拿回到带锯上，把这个木条的侧面每隔1小段切1道，但是不要切断。切好的木条就弯曲自如了，其实也没那么自如。最后再把它一分为2，4个内条就做好了。刚才在比对长度的时候不小心给弄断了，但问题不大，能粘上去就行。把内条一点点的粘在侧板边缘，在固定的时候要比侧板稍微高一点。这个小夹子的力度大部分情况下是够用的，不够的地方就用夹钳代替。等胶干了以后，同样的用铅笔描一下，然后再打磨。打磨的时候不要拿错打磨板了，上下的弧度不一样。背面打磨完以后打磨正面，但是不要在琴身的上端施加太多压力，因为面板和纸板重合的区域不能有弧度。最后再用一个平整的打磨板把上半部分打磨一下。把上支撑木钻一个孔，好用来固定琴颈。侧板下面粘上一个木条，用来遮丑。把要粘木片的位置描出来，再用手头有的工具把那个位置的木头处理掉，最后把木片粘上去就行了。把准备好的面板和背板先打磨一下，特别是琴身内侧的那面，能给后续省不少事情。把阴凉多余的部分也在上胶之前给削掉，因为木条太细了，这次插电的工具是真不好用了。把阴凉在弧形打磨板对应的位置上打磨出弧度，这样在不拉伸木头的情况下才能跟背板的弧度对应上。阴凉涂上木胶，把它固定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。这次我是用这个架子固定的，要比用夹钳一个一个的拧紧方便很多。
下面钉的板子也是对应的弧度板。浇干了以后看下效果，果然是拱起来的，没让我失望。再把面板的阴梁粘上，因为面板的阴梁相对复杂些，所以分了2天完成的。把侧板放到面板上，用笔在侧板内条上画出和阴梁交错的位置，再把这部分给修掉。把阴梁长出来的部分也给切掉，现在再盖上面板，就跟拼积木一样，可以完美的扣在一起。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，就可以把它粘起来了。背板粘好以后，在机身的内侧涂一层重胶，虽然没有什么必要，但是不涂的话我不舒服。重胶干了以后，再把面板粘上去。琴身粘好以后，用绣边机把兜出来的木板削掉。在削这个边的时候，最好不要顶着木纹削，容易把木头劈开。在刚才粘好的琴颈底部钻一个孔，拧上螺母，这样就可以装到琴身上了。纸板还是用数控机床做的。对了，这把琴的木头用的是鸟眼枫木，我觉得它的颜色和波洛的颜色比较像，也恰巧之前做彩板剩了一块，就拿来练手了。做完这把琴以后，我觉得我可以了，所以就买回来了夏威夷相思木，打算下次做把好的。纸板和琴桥会用乌木，但是琴颈我还没想好用什么木头。琴头的做法和上一把一样，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。纸板的14平和琴身的顶部边缘对齐，用笔在琴颈上画出轮廓，再把琴头粘上。用带锯把多余的部分切掉，再想办法把琴颈固定住。用绣边鸟包和锉刀把琴颈背部做出满意的形状，最后用砂纸挡个光滑。
把纸板放品丝的地方用锯切深一点。刚才在数控机床上只是刻出了品丝的位置，请井涂上胶，然后把纸板固定上。隔天用打磨机把琴颈的边缘处理一下，之前用带锯只是切出了大概的形状，和纸板其实没有完全吻合。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在粘琴颈之前，先把品丝装上，把品丝剪出对应的长度，然后用锤子敲进去。只要纸板足够平，大概就出不了什么问题。品丝装上去以后，把凸出来的部分剪掉，再用锉刀把品丝两端打磨光滑。用尺子看一下每个品丝的高度是否在同一个平面上，高一点的地方就敲一敲。把琴颈上和琴身连接的部分涂上胶，粘到琴身上。刚才在处理背板边缘的时候，不小心削凹进去了一块，所以就用琴颈根部的这个木片把它盖上。都给处理好了以后，效果还不错。我要是不提的话，你们会不会以为我是故意设计的？这把琴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用砂纸把每个地方都给打磨到400目。评论区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打磨前要用铅笔画一下，因为这样就知道哪里打磨过，哪里还没有打磨，而且还能看出来有没有打磨到位。如果打磨完还能看到铅笔的痕迹，那肯定就得继续打磨了。打磨完以后，把做好的琴桥也给粘上去。后来意识到我错了，琴桥应该上完漆再粘的。在上漆之前，先用容器油把琴擦一下，目的是为了把木头上的灰尘擦干净，顺便也能提前看一下上漆以后的木头颜色和纹理。最后就是涂成胶了，这是我原以为最简单的一步，但是我又错了。一开始我是用涂清漆的方法来涂成胶的，涂一层打磨一遍，再涂一层，再打磨再涂。但是这期间看了些法师抛光的教程，发现我用的成胶和上漆的方法都不对。我买的是兑好的罐装成胶，而且开封后在罐子里已经放了1-2年了。成胶的质量先不说，它的浓度太厚了，但是已经都这样了，就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在上完2遍漆以后，重新打磨光滑。把我这个罐装的成胶用酒精稀释一下，具体的比例我也不知道。在棉布里裹上纱布，把成胶滴在纱布里，不用滴太多，棉布潮湿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成胶一点一点地揉到木头上，就这样一面一面地涂，其实过程还挺解压的。
琴桥那里只能用棉签了，很麻烦，而且效果还一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应该最后粘琴桥了。每涂完一遍漆，我都是这样晾干的。涂了3-4遍以后，在棉布上沾一点橄榄油，成胶干得很快，涂漆的时候有点黏。橄榄油是用来润滑的。最后再用1500ml的砂纸蘸水打磨抛光。虽然这个法式抛光的方法不对，但是成品手感还是比上一把好很多，总是忍不住的想去盘它。这个抛光轮我也买错了，上面的线头飞了我一客厅。其实做完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这也更让我期待下一把夏威夷相思木的会是什么样。